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？手机弹出一条不懂的通知，第一反应是赶紧推给孩子，心里又慌又不好意思问。理解去年就遇到过，女儿教她用视频通话，教了5遍，理解还是没学会。女儿脱口说了句：“妈，你怎么又按错了？”说完自己也愣住了。理解低着头说：“算了，你别管我了。”女儿看着心疼，重新拉起她的手，说：“妈，再来一次，这一次接通了。”很多人觉得孝顺就是红包给的大，可真正让父母安心的，从来不是账户里多了一笔钱，而是孩子愿意坐下来，陪他们把一件小事一遍又一遍地学会。今天想跟你说清楚3件事：为什么陪伴比红包更值钱？为什么你学得慢不是笨？还有你该怎么开口，才不会让孩子觉得教你是负担？我们活了这把年纪，一定要搞清楚，红包秒到不如陪伴暖心。老张过年收到儿子的大红包，一句问候都没有。他盯着手机看了很久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觉得屋里挺冷清。邻居家儿子红包不大，却陪着父亲坐了一整个下午，教他用视频联系老同学。父亲一开始还嫌麻烦，可学会之后，2人隔着屏幕聊得眉飞色舞，笑声传出了楼道。转账1秒钟就结束了。陪着教一件事，是把时间交给你，收不回来才显得珍贵。老张想通之后，主动打电话跟儿子说：“下次教我用视频软件。”没想到，儿子后来常主动问他：“爸，今天想不想跟谁聊聊？”一句主动的邀请，比默默等待更容易换来陪伴。小刘叫母亲复制粘贴，教了一下午，教到第8遍时说了句：“妈，这个真的很简单，你怎么老是记不住？”说完就后悔了。母亲沉默了几秒，说：“好，你先忙吧。”挂了电话，小刘想起小时候母亲教他系鞋带，从没红过脸。他发消息道歉，母亲回了一句：“不怪你，是我笨。”小刘看着，眼眶红了。其实学得慢不是脑子跟不上，是几十年的老习惯太熟悉了。新习惯需要时间才能扎根，就像开惯了老式相机的人，换成智能手机也要重新适应。这跟聪不聪明没关系，只是需要更多次重复。更让人心疼的是，很多老人学不会，第一反应不是在问，而是自己硬扛。小刘的母亲那天挂了电话，一个人对着手机试到半夜11点，才发来2个字：学会了。如果你也这样，别自己扛，教10遍都没关系，学不会尽管再问。有位大爷一直不肯学手机叫车，觉得用不着，后来半夜身体不舒服，在路口站了快1个小时才拦到车。还有位阿姨，子女买的智能手表，她嫌麻烦，一直放在抽屉里，直到摔了一跤，趴在地上够不着电话，2个小时后才被邻居发现。你越是说自己用不着，家里人心里就越悬着一块石头。学一样新东西，有时不是为了赶时髦，是为了让在乎你的人能睡个安稳觉。我们到底要怎么开口，才不给孩子添麻烦呢？第一，把大问题拆小，别说教我用手机，具体说教我发一张照片就行。问题越具体，孩子越容易讲清楚，你也更容易学会。第二，选对时间，别在孩子刚下班时开口，挑一个周末心情不错的时候说：“我不着急，你有空教我。”第三，说具体的感谢，别只说谢谢，可以说多亏你昨天教我的方法，我今天1次就成功了。这份反馈会让孩子觉得教你是有回报的。第四，允许自己学得慢，也允许孩子有情绪，可以直接说：“我知道我学得慢，你别着急，我们慢慢来。”第五，把学习变成双向的事，你可以说：“我学会了这个，也教你我这个年代的老办法。”教与学不是谁欠谁，而是彼此腾出时间。红包换不来陪伴，学得慢不是笨，真正的孝顺是愿意花时间
陪你把一件小事一次次重新学会。如果你家也有过这样的时刻，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最近一次教父母或者被孩子教学的是什么。最好的传家宝不是留下多少钱，而是留下一个愿意教你的人和一个愿意学的你。